西厂算什么东西？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？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，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，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就是西厂。这是发生在明朝皇宫里的一幕。素有厂花之称的西厂太监羽化田，仗着自己是万贵妃的男宠，宫中大小事情都想要插上一脚。彼时正值成化年间，皇帝昏庸宠幸宦官，给他们设立了东西两厂。东厂太监负责侦缉调查，一句话能定文武百官的生死；西厂则负责打探消息，监督百官。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暗哨，一旦被盯上不死也得掉半层皮。因此朝野上下出现了很多反对者，纷纷向皇上告他们残害忠良。而结果折子半路就被东厂给劫了下来。东厂一把手万玉楼更是迅速将参他之人逮捕，根本不经过三思会审，便当着其他官员的面下令将带头的几人杀掉以儆效尤。可就在手起刀落时，数根木桩突然从天而降，并有2个黑衣刺客紧随其后。东厂手下还没看清来人行动轨迹，就被快准狠的利剑刺中，瞬间倒在了血泊当中。其他幸存者这才醒悟，2人是江湖上的侠客，此行是来搭救场上的3位忠臣，于是纷纷抄起武器进行反击。与此同时，又一根木桩从天而降，直直砸向万玉楼面门。接着一黑衣人以木桩作为掩护，急速下坠攻向万玉楼，快到万玉楼手中剑都没拔出，就被对方禁至身前。紧接着数十个沙包大的拳头结结实实打在了万玉楼身上，要不是他里面穿了金丝软甲，估计当场就原地立足了。见对方这么勇猛霸道，万玉楼散掉身上拳劲后质问道：“报上名来，拿来酿酒也要知道是谁的尸骸。你听清楚，我叫赵怀安。不过你不用白费心思记了，我会在你的狗头上刻上我的名字。”赵怀安，漂泊在江湖上的侠客，一生致力于铲除奸党贪官，救百姓于水火为己任。此时万玉楼在他眼中俨然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，因为万玉楼这些年养尊处优，武艺一直搁浅，先有长进，再加上他老年信奉长生，用人内脏生腌泡酒滋补身体，结果根本没用，还反被掏空了身体。如今面对赵怀安一通穷追猛打，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在被一剑挑住护身软甲后，又挨了赵怀安的一记重锤，导致他卡在护栏中无法动弹。目睹这一幕的东厂手下自知去就也是被一刀秒的角色，一个个愣在原地不敢上前。而赵怀安也不和他们废话，当即将万玉楼一分为2，头颅挂在东厂厂区门口，以此震慑其他太监放安分点。果不其然，东厂其他几位管事太监生怕自己会成为下个暗杀目标，赶紧抱团躲进寺里，并派重兵里外3层盯紧每个出入口，每一秒都过得提心吊胆。而这事传到西厂后，羽化田立即带人前去了解情况，不过话里话外全是嘲讽贬低之言。一个江湖剑客就把你们搞得杯弓蛇影，连自家的大门进也不敢进，躲到这儿做了缩头乌龟，人家都杀上门，还敢说与我没有相干？被赵怀安吓也就算了，又被刚成立半年的西厂贴脸羞辱。东厂2把手终于坐不住了，立即以魅力甩出茶杯给予教训。不料羽化田只是冷眼一瞪，便将呼啸而来的茶杯震碎，接着脚尖稍微用力，一颗石子穿透官帽震碎10响。要是再下一点，二当家这时已成了一具尸体了。临行前，羽化田又来一招隔山打，将最后一把木椅给震到粉碎。如此一番较量，东厂彻底没了往日风采，势必要被西厂一点点分化吞掉。而最关键的是，羽化田还有万贵妃撑腰，她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，早年幼子1岁不幸夭折，加上她比皇帝大了17岁，导致年老的她此后再难怀孕。她开始担心自己地位会被撼动，便让羽化田暗中监视皇帝，一旦发现身边有怀孕女人，就悄无声息地偷偷杀掉。而最近一段时间，羽化田发现有4个宫女怀孕，其中3个是和侍卫有染，被当场解决。 4个贱人，处决了3个，那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叫苏慧荣，却提前收到风声逃出了皇宫。但不管是不是龙种，万贵妃都不能让她活在这个世上。于是便让羽化田派人沿途追杀。另外一边，赵怀安送3个忠臣离开京城，毕竟再待下去，肯定还会遭到东西2厂的迫害。眼看能人志士报国无门，只能一个个心灰意冷的离开。赵怀安深知这样下去，国家迟早会毁于一旦，便准备依靠兄弟3人之力，对东西2厂进行无差别暗杀，还朝廷一个朗朗乾坤。而打定主意后，巧遇西厂大批人马急匆匆的出城，3人赶紧一路紧紧尾随。不久后，苏慧荣乔装打扮成穷苦样貌，混在人群中想借水路出城，结果在最后关卡遭到了这批西厂的设卡拦截。他赶紧将香包丢进水中，可他靓丽容貌以及细腻的皮肤和周围皮肤干燥、面色黢黑农家人一对比，立即暴露出了异样。于是西厂将他给带上岸，详细盘查。与此同时，水里香包也被打捞了上来，交给了低配版刘德华手中。这个香味儿。 光头是西厂的3当家，天生一副狗鼻子，在轻微的气味都能闻出，嗅出气味都一样后，接着又摸了摸苏慧荣隆起的小腹，
确定他就是上面交代要灭口的人，果断让手下杀人剖尸。